我哋成日都聽到話新加坡超越香港，咁喺邊方面超越呢？點樣去諗呢件事先係比較客觀少少呢？住得喺一個地方啊，你冇得唔關心呢個地方㗎。一個家族啊，家道中落，成家人一齊受，所以啦，一個地方衰落啊，所有市民都一齊攬炒嘅啫。今集同大家咧睇下香港係咪變咗臭港啊？到底係一蹶不振啊，定係可以翻身嘅呢？香港係咪就此一鋪玩完呢？中意我哋內容嘅，記得訂閱同埋撳埋鐘仔搶先睇啊 ！like 同埋分享俾朋友，等多啲人咧了解更加多嘅投資理財知識啦。後生時以為聽個 number 攞 tips 就可以發達，結果輸到欠債80萬。後來發現基本分析配合技術分析，出入市先係王道。講求買乜嘢，幾錢買，幾時買，以時間累積財富，最終以超過1億資產財務自由。我喺度分享我嘅翻身故事。香港同新加坡呢對亞洲孖兄弟啊，有相近嘅背景同條件，經常俾人攞嚟比較㗎啦。但係點解呢10年新加坡突然間上升咗亞洲競爭力嘅一哥，香港就光環盡失嘅呢？睇完今集你會知道3樣嘢㗎。一，有咩實質證據去證明香港今時唔同往日先？二，香港同新加坡明明喺同一條起跑線啦，我哋途中行錯邊步棋呢？三，嚟緊香港要做啱啲乜嘢嘢先至可以翻身呢？重新撻着翻東方之珠呢個光環呢？而家即刻睇下今時今日最殘酷嘅畫面，香港人已經俾人拋離咗幾多呢？全球整體競爭力排名，香港排第7。唔止輸俾新加坡，仲落後埋俾台灣添啊！人才競爭力排名，香港整體排第16㗎，又係落後於排亞洲第1名嘅新加坡。而且啦，近幾年嚟都出現下跌嘅趨勢㗎啦。全球金融中心指數，香港3甲不入。紐約、倫敦、香港3大金融中心鼎立嘅局面俾新加坡參咗一腳埋嚟。香港屈居第4，照牌面睇新加坡暫時3-0 KO 晒香港㗎。得一個數據可以話佢呃人啦，但係好幾個數據夾埋嘅話就冇得充耳不聞啦噃。喺國際性嘅調查上面，香港近幾年的而且確係跑輸俾新加坡嘅。第二樣被拋離嘅證據就係 GDP 啦。香港同新加坡同樣係亞洲4小龍啦，大家一齊工業起飛㗎嘛。90年代之前嘅 GDP 增長成個餅印咁樣的確係唔出奇㗎。問題就出喺2003打後啦，新加坡就慢慢拋離香港，而且越拋越遠添。呢個趨勢擴大先至係我哋要驚嘅地方。第三樣被拋離嘅證據就係外資流失啦。跨國企業喺香港設立地區總部嘅數字持續咁下降，唔止係人才流失咗啊，連 headquarter 都搬鬼走埋。同香港分咗手之後轉個頭即刻就去揾新加坡呢個新歡啦。呢啲嘅跨國銀行啦，同埋呢啲嘅國際巨企都逐漸將亞洲嘅總部慢慢搬到去新加坡㗎啦。就連大家最關心嘅人工都有資料顯示，香港都跑輸新加坡㗎。新加坡大學生起薪點嘅中位數係3800蚊波子，即係大概22,000蚊港幣嘅。初入職月薪大學生中位數只係有17,400蚊啫。嗱，留意翻啦，呢度係比較緊中位數，唔係平均數，撇除咗特別極端嘅 case 影響㗎啦。用今日嘅角度去睇香港嘅優勢越嚟越唔明顯啊。不過啦，回帶去翻上世紀嘅話，哇，香港同新加坡可以話係同一條起跑線上面起跑㗎，或者只係有幾步棋行錯咗，又或者對手把握到某啲機會，造成今日慢慢累積嘅分歧嘅。呢兩個地方起跑線原本係極之接近。除咗面積一樣咁細、一樣咁人口密集之外，呢兩個同樣以華人為主嘅社會，一樣係受過英國殖民地統治。所以啦，好早期嘅時候就建立咗一定嘅社會基礎。仲有兩地嘅地理位置都係好近海㗎，注定日後會係一個繁榮嘅港口。貿易、人才、技術交流、運輸都有一定優勢，天生就食硬呢行飯㗎啦。
加埋呢兩個地方冇時差啦，又正好補到紐約同倫敦交易所之間嘅缺口喎，做埋金融中心就一流啦。自己人口唔夠呢，仲可以借埋周邊嘅地區較平嘅勞動力，借力打力啊！新加坡呢係有馬來西亞、印尼提供跨境勞動人口，香港呢就食正中國嘅人口紅利啊！所以啦，一啲國家要嚟到亞洲發展啊，點都會諗起呢兩個地方㗎，先喺呢度設立總部，插支旗先，做一個生意跳板。既然呢對孖兄弟條件咁相似，大家都咁高咁大，亞洲嚟講都算係萬人迷啦。但係點解後嚟呢，唔少香港嘅粉絲都會過咗檔去新加坡嘅呢？我認為造成分歧嘅原因主要有3個㗎，分別係行業成分、房屋政策、政府因素。行業成分嚟講呢，香港同新加坡都係國際金融中心啦，睇落好似冇咩分別喎。但係如果睇細啲，就見到問題所在㗎啦。睇下呢張圖，香港嘅行業分佈比較集中喺某幾類㗎，太過依賴金融業、商業、地產業啊。新加坡呢就比較多元化多啲，除咗金融業，亦有製造、貿易批發、其他行業等等。而且仲有一張王牌就係佢嘅石化工業啊。其實新加坡係全世界第3大嘅煉油中心嚟㗎，唔好唔記得佢港口位置好適合運輸㗎，幾乎係亞洲航道必經之路啊！唔少石油公司都會揀喺呢度做咗加工先嘅。第二就房屋政策，唔知道大家有冇同感啊？論世界上酒店嘅房間 size， 即使係同一個級數，香港啲樓真係依然又貴又細。香港人均居住面積係得161尺咋，但係新加坡就有270尺。香港一直面臨唔夠地同埋樓價飆升嘅問題。樓價雖然近幾年叫做回落翻啲，個價錢依然係高企㗎。高樓價就會加劇一個地方嘅貧富懸殊，生活成本嘅負擔，冇錢消費，勞動力同投資都會有所限制，進而一定影響成個經濟啦。至於新加坡嘅樓價比香港合理翻啲啦，咁因為新加坡政府喺房屋政策上面比較積極咁介入，起碼有補貼、有貸款計劃咁樣，盡量提供唔同價格範圍嘅公屋，鼓勵居者有其屋，安居就自然樂業啦。有更好嘅條件推動翻經濟。政府因素方面兩個地方政府嘅風格就好唔同啦。二戰打後嘅新加坡政府普遍都被認為係一個強勢政府，因為要用呢一種強勢嘅精英政府先可以打造富強嘅小國。政策嘅推行由上而下咁樣執行落去，呢樣嘢冇話好同唔好嘅，不過同香港比較底下就好大分別啦。因為香港政府治理需要考慮埋內地嘅方向，咁新加坡咁比較落去，就好似一間冇上市嘅細公司，又冇揾啲Big 4去執數，咁自然較為彈性啲，較為靈活啲啦。變革嘅速度亦都相對較為快。嗱，暫時喺數據上面嚟講，香港牌面就係輸蝕咗嘅。日後會唔會被拋離得越嚟越遠呢？都仲係未知之數。不過我諗大家包括我更加關心就係香港經濟係咪只會變得越嚟越差？萬一揸住成手港樓港股嘅話，係咪冇得返家鄉呢？咁唔離開香港係咪等於冇選擇呢？香港同新加坡一齊起跑㗎，對手越跑就越有，我哋開始喘氣啦。近幾年仲要放慢咗腳步，仲有疫情人口流失打亂咗節奏。如果呢場係一場自己同自己鬥嘅比賽，咁有冇方法可以令香港回歸返自己節奏呢？喺場上繼續跑出一啲好成績呢？如果運動員要進步需要睇返錄影帶啦。咁香港可以揾邊個做借鏡呢？唔同國家有自己嘅命運，有啲係喺貧富之中逃出困境，但係有啲就由盛轉衰，自己行入去墳墓㗎。先講逃出困境例子先啦。印度以前嘅印度係貧窮、封閉、落後嘅代表，但係去到今日大家討論變成印度幾時成為世界第2大經濟體噃。我哋做過一集去講印度崛起嘅故事，大家可以睇返嘅。雖然人口紅利呢招我哋喺香港就參考唔到啦，但係印度政府着手做經濟改革。
引入外資、改善基礎設施、鼓勵科技創新，呢啲值得我哋今日香港去借鏡㗎。而由盛轉衰咧嘅例子亦都有好多，譬如委內瑞拉呢個位於南美洲國家，其實咧係含住金鎖匙出世嘅富二代噃，因為佢地下蘊藏嘅石油儲存量咧係世界第一名嚟㗎，令佢躋身拉丁美洲最富裕國家之一。不過係曾經啊，而家已經係呢個畫面啦。通脹100幾%咧，好正常嘅啫。經濟情況咧就好似玻璃咁啊，一篤就碎。仲要同埋美國斷交，全因佢對自己條金鎖匙太老定。佢過度依賴石油出口，所有對經濟嘅期望集中喺石油。只要係政治、外交、社會任何嘢出事，又或者油價下跌咧，國家經濟就即時冇晒支持㗎啦。如果今日香港仲係做緊糖廠、掘緊煤炭嘅話，我估計父母都唔會俾我出世啦。雖然香港經濟產業咧而家都尚算係好分散，未去到委內瑞拉咁離譜程度，但係香港長遠嚟講都唔可以淨係依賴地產業呢張王牌㗎。所以啦，好似一隊波咁樣，靠死一個王牌球員咧係唔能夠支撐起成隊波㗎。咁香港要做啱啲乜嘢先至能夠翻身呢？一係靠人，二係靠啲運。首先就中翻個六合彩先啦。我意思係天然嘅資源啦，例如啦，突然間新聞報道話考古學家唔係發現二戰嘅炸彈，係揾到咧地下有天然嘅資源，開多條水路，自然咧幫到經濟啦。咁喺香港嚟講呢個機會就梗係細㗎啦，連我都覺得自己發噏風啊。所以等運到嘅話，不如咧我哋要靠人啦。如果要為香港長遠經濟着想嘅話，最簡單就從政策着手。講務實啊嘛，就務實咧，最需要處理咧，其實係創新。如果個地方冇咗創新咧，經濟係唔能夠改革㗎。就算剪頭髮、做餐廳，冇任何改革咧，自然係等死嘅。不斷揾出同埋更新最適合香港經濟發展嘅路，先至咧能夠走出呢個死胡同。咁大家就可能唔使攬炒。第二都係翻去港元掛鈎個問題，呢樣就要靠少少運啦。因為港幣掛鈎咗美金，而美金過去呢幾年咧就非常之強勢。試問啦，港幣貴到咁啊，北水一嚟就打咗折扣，買少咗咁多嘢。旅行我直接去日韓買化妝品都唔係嚟香港啦。做生意更加不在話下。香港靠出口轉口服務業㗎。如果俾少少運氣、少少時間嘅話，美金正常翻少少，走翻弱啲，港幣又變翻平啲嘅話咧，配合頭先啲大改革，唔好話香港能唔能夠華麗翻身啦。而家咁殘嘅局面咧，可能起碼有翻少少血氣先啦。成日話啲港樓、港股低估咁樣，資金嚟唔到啊，幾低估嘢都繼續低估㗎啦。無論點都好，今時今日就唔同20年、30年前一樣㗎啦。擺喺銀行度咧，可能冇息收咁滯，仲要一個唔覺意經濟有問題咧，印埋銀紙添，儲嘅錢一半咧，突然間拱手相讓㗎啦。乖乖地做嘢儲蓄嗰啲更加冇錢。但係另一班喺到時候揸少啲現金，做多少少投資嘅話咧，其實印咗銀錢又會落翻嗰班人嘅袋入邊。咁你會做邊一班呢？如果大家有興趣用咗咁多年嘅投資策略，同埋點樣能夠做到10年財務自由，大家可以收睇我1小時嘅免費工作坊，喺 QR Code 或者下面連結報名就得㗎啦。新加坡同香港先天都係有啲優勢存在㗎，兩個地方都能夠成為亞洲之中領頭人，已經好叻㗎啦。只不過香港有嘅嘢，新加坡全部都有噃。而家連香港冇嘅嘢，新加坡都開始有啦。及早了解個真正現實，好過後知後覺啊！尾問大家一條問題啊，大家從邊樣嘢感受到香港係跌落神壇嘅呢？國際地位真係跑輸咗俾新加坡呢？ A 時不時就話外資撤出香港咯，又話香港變差咗，所以咪有咁嘅感覺咯。B 其實香港都未必一直被拋離嘅，花無百日紅，就唔想咁快有定論。C 乜香港上過神台咩？是但啦，最緊要自己覺得開心啦。D 係其他，歡迎大家喺下面留言區解釋你嘅答案，或者寫低上我同大家講啲乜嘢嘅題材啦。今集內容就去到呢度啦。中意呢片嘅記得訂閱呢個頻道 ，like 同埋 share 我嘅片，就有更多人知道呢類嘅理財投資教學噶啦。投資唔係大學嘅專利，下次見大家。
拜拜。